日来临，暴风雪呼啸。当我窝在农村的自建别墅里，涮着羊肉火锅，前妻和小白脸却冻得相拥在一起，啃着发毒的干巴馒头，自我安慰：我们有钱，有钱就能买到一切。我想起前世被他砍死的场景，有钱先买到自己的命再说吧。我重生回来了，正巧碰到苏珊嚷嚷着要跟我离婚，我敛住汹涌的恨意，一口答应。也没想到我突然松口，放弃纠缠，不敢相信的连连质问：真的答应跟我离婚了？你可别再耍什么花招。我看了眼时间，距离天灾来临还有10天，时间不多了。现在马上我们去民政局。路上看着身边人满脸得意洋洋，眉眼间掩不住的春色，我努力克制住杀掉他的冲动。饥寒交迫之际，他拿起斧头冲向我，那剧痛仿佛还残留在天灵盖上。这一世我要让他血债血偿。划分财产的时候，我只要了家里的所有的存款，共20万，还有1辆车。苏珊一口答应，还朝着我邀功。看我对你好吧，我都净身出户了。我笑得满含讥讽，却故作不知。房子不是留给你了吗？他以为我不知道，他中了1亿彩票大奖，想在兑奖前逼走我，独吞巨额奖金。前世的我并不知情，还妄想着挽回感情，直到他带着他的小白脸回到家，才知道原来我以为的好老婆早就和别的男人勾搭成奸。天灾来临，暴风雪持续肆虐，我们3人同在一个屋阁下，物资有限，他们2人不仅抢走我仅有的面包，还逼我在极寒天气出门抢物资，可我抵死不从。争执之下，前妻抄起手边的斧头，狠狠地劈向了我。意识残留之际，还看到那2个恶魔双眼放光。快，这可是新鲜的肉。我也没有要房子，城市里的楼房在末日不仅一点用处都没有，还会遭到邻居的攻击。这一世就让那里成为苏珊的棺材吧。提交了离婚申请书，我就赶紧开车回家收拾行李。收拾到一半，苏珊也回来了，看她掩饰不住的喜意，我猜应该是把1亿奖金拿到手了，但我毫不理会，继续整理着我的那些衣物，特别是加棉加厚的冬装。再见了，季坤，带着你的那些破烂滚回你的农村去吧，我要出去玩了。苏珊一走，我马不停蹄的翻箱倒柜，她的冬装全都带走，跟前世一样，她是跟小白脸去了三亚海边，回来的时候正好碰上极寒天气开始，轻薄的衣物让他们刚出机舱就冷得受不了，从而把火气撒到因冷热交替染上风寒，险些迟到的我身上。真是废物，开个车都不会。路过厨房扫荡的时候，我还不经意瞅到了一把眼熟的斧头，这本是用来砍大棒骨的，没想到前世却成了我致死的凶器。凝视片刻，然后顺手把它拿出来给放到了桌子上。最后我环视了一眼这个看起来没什么变化，实则空空如也的房子，给几个关键的隐蔽位置装上了实时监视器。处理完毕，我带着东西开车连夜赶回市郊的农村家里。见到爸妈，我的泪立马忍不住流了下来。前世断电断网，我也没能和他们取得最后的联系，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熬过那场天灾。看到我哭，他们慌了神，连忙追问怎么回事。我犹豫再三，还是把所有的事都和他们说了，也包括天灾重生，气得我妈泪水连连。我爸点烟怒骂：爸妈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们要赶紧改造房屋，囤食品物资。我爸把烟一掐，干脆道：行，你说咋办就咋办。为了提高房屋的稳定性，我喊来了工程队来做全楼加固，还做了双层保暖，窗户也全都换成最坚固的3层玻璃，楼顶安装了5块巨大的太阳能发电板，将整个屋顶盖得严严实实，到时候断电了能靠自发电过日子，还要有发热源。现在农村都靠燃气取暖，可到时候燃气一断，暖气片变得冰凉，照样会受冻。我从仓库翻出早已替换掉的烧火炉，这种炉子靠燃烧煤炭产生热量，小时候的冬天就是这样度过的。可这炉子许久未用，早已锈迹斑斑，灰尘满满。我爸看到我在犯难，问清楚怎么回事后，哈哈一笑：现在都买不到煤炭了，这炉子就算能用也用不了，我去给你买个好的。日喜时分，我爸领着一辆小货车回来了，上面5台崭新的颗粒取暖炉，还有上百袋子的颗粒燃料。颗粒取暖炉能烧水做饭，燃料耐用，环保安全。我在2楼的2间卧室还有客厅都各放1台，剩下2台放到3楼，燃料我就都放到了1楼。到时候雪厚达10多米，1楼完全不能住人，所以我把它当成仓库使用。工人安装完排烟管，夜色就已经很深了。我们一家3口匆匆吃完饭，就躺床上养精蓄锐，迎接明天的大战。第2天兵分3路，我爸去附近集市上购买现宰杀的猪羊牛鸡鸭肉，我驱车去大型超市采购消耗品、日用品以及速食，我妈则留在家中采摘菜园子里的瓜果蔬菜。正值9月，蔬果丰收，也是有不小的收获。到了超市，我先是购买了10多匹轻柔保暖的羽绒被、电热毯，
还有填容量最高的长款羽绒服，以及最贵最轻薄的保暖衣物，再就是纸巾、消毒水和日化用品。我一箱一箱的往购物车里搬，这些东西保质期长，多囤点也不会浪费。速食我也拿了不少，万一真到没法开火的时候，这些东西还能顶饱。从超市出来，途经一家劳保店，又进去买了军大衣、防水雨靴、羽绒防水手套和加棉口罩。按照我的预测，如果顺利熬过天灾，天气会变得更冷一段时间，到时候还需要人为的去铲除大量的积雪、融雪排水，这些都会用到。我开的是越野车，容量不大，往返3遍才把东西都拉回家里。我爸肉买的也不少，除了猪羊牛鸡鸭肉之外，还有各类骨头、鱼和活虾、螃蟹。正是肥美的时候，他也买了5箱子回来，还租用了5台商用冰柜，用来储存肉类。虽然暴风雪时天气极冷，没有取暖炉的1楼就是个天然冰库，但这几天这些肉类还是需要冰柜来储藏的。外出采购结束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帮妈妈采摘瓜果，我爸则趁这个空又去批发了一堆调味品，还有油、米、面也装了满满一车拉回来。我打开手机看看外面世界的近况，朋友圈一刷就出现了前妻的大脸，以及和他亲密脸贴脸的小白脸，剩下几张不难看出他们在三亚玩得很是快活，住着好几千一晚上的星级酒店，吃着海鲜大餐。我真心的给他点了个赞，玩吧玩吧，好好玩，享受人生中最后的快活时光吧。我舒舒服服的洗了个澡，突然我意识到一个问题，让我浑身汗毛竖起。没有存水，暴风雪断的不只是电，还有水。水管冻住，水箱冻裂，只能靠接的雪化成水来解渴。温度低融化的慢不说，那些雪还极脏，化出来的水往往掺杂着灰尘沙粒。前世和小白脸喝的是存的矿泉水，我只能喝雪水，喝完腹痛难耐，腹泻不止，根本不能喝。这个时候距离前世的天灾来临只剩不到5天了，我连忙试看头发，去找我爸想解决办法。我妈拿着条毛巾追在我身后给我擦。急什么急什么，头发不及时吹干会头疼的。我爸听完我的诉求，笑得高深莫测。原来我爸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了，联系了一位干工厂的叔叔，定制了3个不锈钢水箱，不仅保暖，还是304材质的。等拉来一看，面积足足占了大半个院子，这存的水量至少能够我们一家3口用上大半年了，再省着点用，1年也没有问题。还买了个大型净水器，如果水出现了污染，也不至于束手无策。解决完这个大事，我又细细回想前世发生的一切，想着还需要做什么。我爸我妈却突然想到了一件事，地里的玉米还没收，虽说那玉米的水分还没干透，还不到收割的时候，可暴雪来临，糟蹋了总归可惜。他们又忙联系收割机，提前收玉米。这下终于引起村里人的注意了，他们纷纷站在地头上指指点点。我看你们是种果树种糊涂了，这距离收玉米至少还得需要10天呢。你这提前收了会发霉不说，玉米贩子一看湿度太大，也不会要你们的呀。我爸妈笑着说不碍事，我一好心提醒叔叔伯伯们，今年这天气感觉不太正常，还是早点收了安心。他们嗤之以鼻。你小子懂什么？你下过几次地？我爸妈听后毫不理会，我却有些忐忑。临近天灾来临，这天气却没一点变化。我既然能重生，那天灾会不会也不再重现？如果没像前世那样发生，那这季的收成可真是损失不少。我将担忧讲给他们听，爸妈却一脸不以为然。如果没发生，那自然最好，一片玉米地买一个安心也值了。第2天天气巨变，本来第1场秋雨过后已经是秋高气爽的天气，突然急剧升温，气温1度升至40度，全国各地都在哀嚎，嚷着这秋老虎太厉害了。我的心越来越沉，果然来了。前世也是巨热了2天，在第3天的下午突然刮起大风，温度骤降，然后暴雪接踵而至。我在相关的帖子底下留言说这天气不正常，建议囤点物资以防不测，结果引来一片嘲讽。你是来卖物资的吧？有一个看末日小说，看啥的？谁家这么热的天气囤食物？我有些无力，希望我那短暂存在的回复多多少少能引起点人们的关注。如果有人听劝，那最好不过了。把手机扔一旁，我又投入到忙碌中，时间紧迫。我爸正在安装每个楼层之间的隔档，到时候可以缩小空间，增强取暖效果。我妈则依然围着灶台转悠，蒸馒头、蒸包子、烙饼，还包了不少水饺，到时候可以直接下锅吃。时间就这样加速过去，突然手机中的监控软件提醒我，前期的那所房子有人来了。我一看，是他和小白脸提前回来了，比前世早了1天。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何改变了行程，但我透过监视器观察到他们并没有什么异常。2人吐槽了下这该死的炎热天气后就睡了。可他们想不到的是，一觉睡醒，迎接他们的是世界巨变。9月5日下午，暴风雪如期而至。我望着窗外的鹅毛大雪，
庆幸一切都安排妥当，手里的20万存款全部花光，加上爸妈出了几万块钱，采购的物资足以够挺一段时间。网上有人在骂这该死的鬼天气，有人问是不是哪里有冤情，也有人意识到了不对，开始提倡囤点物资。特别是到了傍晚时分，雪还没有停的意思，越下越厚。从卧室出来，想看他晚饭吃什么，可客厅竟空无一人。我跑到1楼，才找到了我妈，她止不住的朝门外张望。妈，怎么了？你爸他还没有回来。今天中午吃完饭，他看着起风了，就说要回你爷爷家拿点东西。妈，你先别急，我现在就开车去找爸。暴雪天能见度极低，同时地上的积雪也让人寸步难行。就在这时，幸亏我想周到，早给轮胎加上防滑链，要不然啊，我到半夜才能回来呢。还挺有脸是吧？害得我和儿子快要吓死了。我爸也不能翻到车上往下搬东西，先是一些农用工具，铁锹、镰刀、锤子，还有一把电锯。这些工具不仅能够铲雪，关键时刻还能防身。在末世，往往人比自然环境更加危险。再就是几麻袋的柿子，你娘俩最爱吃的脆柿子，是咱老家门前的那棵树结的，熟的差不多了，我就给打下来了。不知是风太大了，还是怎么的，我眼前被一层泪模糊了视线。这时车上跑下来一条狗，老爸说看它可怜，就给带回来了。看你长得这么彪，以后你就叫刀哥了。夜里，风从门缝里刮进来，呜呜作响，我被吵得睡不着。这时，我看见客厅亮着灯，是老爸拿着厚实的塑料布准备把窗户钉上，这样做既防风又保暖。爸，你钉上的这布透气性怎么样？别到时候咱们闷出病了。好像忘了和你说了，房屋加固的时候，我还顺便做了新风系统，再造了风窗，空气呀也绝对新鲜。我再一次为我爸的先见之明竖起了大拇指。见没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我就回到了房间。我拿起手机准备上网冲会浪。就在这时，定睛一看，来电人就是苏珊。姬坤，家里厚被子呢，我都快被冻死了。哦，厚被子啊，那是我买的，咱俩离婚了，肯定是被我带走了啊。连床被子都要计较，你就是个只配用破烂的乡下人命。我懒得听他说话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接着打开了监控。他敢挂我电话，气死我了！还有，这破空调是不是坏了？一点都不制热。好了好了，宝宝，雪说不定明天就停了，咱们抱着睡，不冷的。切，你们就好好抱着吧。现在物资也囤得很多，房子也改造的差不多了，可我总觉得还是不够，因为前世我并没有活很长时间，这场灾难会持续多长时间我也不清楚。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活得够长。按照前世记忆，明天应该会停几天雪，然后真正的灾难就会到来。这2天得想办法继续囤点东西。丁，庇护所改造目标完成，物资收集目标完成，系统开启。恭喜宿主开启末日仓库系统。我去，我也有系统了，哈哈，系统还真是重生者标配啊！听这系统名字，应该会给我个仓库吧？对的，本系统会给予宿主一个异空间仓库，除了此功能外，其他功能暂未解锁。解锁其他功能需要宿主存活足够的天数。系统功能解锁需要存活天数，看来这个灾难会持续很长时间。打开异次元空间。我勒个豆，这么大的空间能装多少东西啊？地方不够的问题解决了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囤点东西。缺钱啊，还得想办法弄点钱。明早和爸妈商量下吧。